大约有7个人就有1个有骨质疏松，而且女性高于男性。但是有一些治疗药物，它竟然会增加骨折的机会。用骨质一段时间以后呢，它骨头比较硬嘛，对，所以比较脆嘛，所以反而会比较容易骨折。说哪一些类型的人是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肌肉少就是第一个，你营养不够嘛。说我们台湾80%是缺乏维生素 D3。中药的部分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也可以就是预防骨质疏松的？大部分我们中药用的叫做强筋壮骨。那如果中药加穴位呢？那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个就是穴，一个叫做穴。今天提到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症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重量训练。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2017年到2020年的调查发现呢，大约有7个人就有1个有骨质疏松，而且女性高于男性。而且卫教单也宣导民众就是说要补充维生素 D 或者是钙，或者是增加这个骨密度的治疗药物。但是有一些治疗药物它竟然会增加骨折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宜生中医诊所的吴宏乾医师。吴医师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吴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吃这个增加骨密度的这个药物，有一些人反而会有这个骨折的风险啊？大概平常我们是补充维生素 D 啦，跟钙质这些，它其实可以帮助这个骨质的密度。但是当我们到一个年龄以后，这边的吸收力都变差。那现在吸收力变差的时候，医师他会用一种叫骨质硬化剂。那这个骨质硬化剂就问题会比较大，它只是把这个吃进去或打针进去的药，让我们身体的骨头变硬化。对。但硬化以后，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骨髓里面的血液供应，它其实反而会变得比较不好。所以变成用骨质硬化剂一段时间以后呢，反而病人他会有一个，他骨头比较硬嘛，对，所以比较脆嘛，所以反而会比较容易骨折。对，这是一个原因。副作用。对，那另外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硬化剂，不管是用吃的或是用打的，一段时间以后呢，一样。在这个齿槽这边的血液供应也会比较差。那一般我们在植牙的时候呢，就是要在这边打洞。对。万一你打洞以后不小心感染，就因为血液供应比较差，免疫力比较差，所以这边会变成一个蛮严重的一个溃烂啊，或是很难的修复。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有使用骨质硬化剂或是有吃骨质硬化剂的这些人呢，尽量不要去做植牙这个动作，因为发现这是国际论文都报道的。如果说你去用骨质硬化剂，然后又去做植牙这个动作的话，很多人都会很难去修复这个牙齿。所以这个骨质硬化剂不但会有可能造成骨折，然后连植牙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就是说哪一些类型的人是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像例如说老得丢，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啦。那还有像我们运动的话，我们常常在运动健身房都会有量那个 InBody， 然后 C 型类型的那种人呢，也是属于那种骨密度比较低的人，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人吧？对，我们的骨头里面有一个叫成骨细胞了。那成骨细胞它会去感知你这个人有没有负重。你如果有负重的、有压力的时候，这个成骨细胞它会去侦测到，然后它会去保护我们的骨头，然后让我们的骨钙质吸收比较多啦。那这些没有肌肉的人，他没有肌肉的人就好像他没有负重，就算他去运动的时候，它也没有很重的一个重量，所以我们的成骨细胞它没有感测到。那难道胖的人成骨细胞会比较感测得到吗？照理说是这样子，对。所以说我们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有一些如果真的太瘦的人呢，他们会在小腿绑个铅块啦，或是背一个背包。那让我们有负重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骨头里面的成骨细胞它会感测到。那你在跑步的时候，它就会知道我要保护它，所以我要增加那个骨钙质的吸收。对。原来是这样，所以一个是肌肉少的人，那还有哪些人有可能他会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险族群？对，另外比如说我们刚刚肌肉少，就是第一个你营养不够嘛，营养不够就是说你维生素 D 啦，还有骨钙质没有吃的，而且像国际的论文发现，还有我们台湾的论文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台湾80%是缺乏维生素 D3，因为饮食的关系，所以这个营养对很重要，就是说营养一定要充足啦。那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运动的人，对，运动我刚刚讲一定要有负重运动。
那负重运动，我们还建议就是说要在太阳下面，所以少晒太阳的人其实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女性荷尔蒙降低，尤其在女孩子她在过更年期以后呢，女性荷尔蒙它会比较低，那它会影响钙质的吸收，会影响 D3的这个量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大概有这些人，大部分会造成一些骨质疏松的情形。医生，你有提到就是说，除了运动之外，最好是在太阳底下，就好像它是一种加成的效果，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对，是所以晒太阳反而还是比较重要的。晒太阳是重点。对，晒太阳是重点，因为我们要骨钙质的吸收，它要有维生素 D3但是它晒太阳，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研究就是说，它大部分要在正中午的太阳，要在大太阳下面呢晒大概很多女生没有办法接受吧？对，晒20分钟，尤其是我们东方的，像日本跟这个台湾的女生，其实只要出去有太阳，一定就拿雨伞。对，因为怕晒黑，怕晒黑，因为皮肤就比较不好看，那就根本更缺乏维生素 D3，所以晒太阳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啦。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个医学家呢，还是科学家，他们也发现，既然它不能晒太阳，那我们就用饮食。所以他们现在坊间都有很好的这个维生素 D3呢，来补充维生素 D 啦。如果说你有维生素 D3了你比较少晒太阳，那就没有关系，但是还要有一个负重的运动让我们的我们的成骨细胞去感受到那个压力，它才会帮助钙质吸收。是，那刚刚医生这边提到，就是说饮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一点补充，就是在中国医药大学它也有提供，就是增加骨密度的饮食，像例如说动物性的食物，像牛奶、优格、优酪乳啊、起司、布拉提、小鱼干，还有干虾米，甚至是牡蛎，这些都可以。那如果是植物性的话呢，就是一些黄豆类的制品，像是豆腐、豆花、豆干，还有黑芝麻、海带、紫菜、九层塔、芥蓝菜，还有苋菜、金针菇跟高丽菜，这些菜类都是可以增加这个骨密度的。那医生想请问一下，中药的部分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也可以就是预防骨质疏松的？有，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第一个你要有肌肉嘛，对。那第二个就是骨钙质要吸收，所以大部分我们中药用的叫做强筋壮骨的这个，对，强筋壮骨的这些中药，因为肝主筋，然后这个肾主骨，所以大部分都是叫做滋补肝肾的。然后，所以我有稍微把它搜寻了一下，就是骨碎补、续断、杜仲、桑寄生、熟地、山茱萸、菟丝子、枸杞、羌活、牛膝，这些它都可以有强筋壮骨的这些作用。那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尤其是在以前中国医药大学，它有做一些科学的研究，发现呢，就是说我们有用补肾的中药呢，它这个骨钙质吸收的会更好，所以他们有做研究。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个补肾的中药，然后这个补充钙质跟维生素 D3，然后这一组是只有补充维生素 D3跟钙质，没有中药，对，没有中药的这一组，结果发现吃了以后，这个有补肾药的这一个呢，对钙质跟 D3的吸收效果特别的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补肾的穴位，然后再来用一个补钙跟补 D3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补钙跟 D3，但是没有穴位的刺激，结果发现这个有穴位刺激的呢，效果也比较好。那如果中药加穴位呢？那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对，所以我们介绍2个穴位，一个就是绝骨穴，一个叫做大柱穴，因为我们中医里面讲叫骨会大柱，髓会绝骨，所以大柱穴跟绝骨穴它刚好就可以补骨头。那大柱穴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背后第一胸椎下面，棘突下面，然后旁开1寸半。那个地方就大柱穴。那我们医师会用针灸的方式。对。那如果一般民众在家里面，你可以用按摩的方式。这个地方也很难按摩。对，我们就是用拔罐的方式。拔罐的更简单了，你只要有一个拔罐器在这边，对，就可以拔罐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绝骨穴。那绝骨穴在我们脚踝的外踝尖最凸起来的上面3寸，也就是4个手指，然后在腓骨的前缘的地方，只要你一边吃这个补充 D3的这个东西，还有补充钙质的这个食物，然后你再帮助这2个穴位的刺激呢，那你的 D3跟骨钙质的吸收效果就会特别好。哇，
就是今天其实医生提到蛮多的，就是说想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补充食物，然后刚刚医生也提供到了中药上面跟穴位上面的这些方法。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晒太阳的户外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女生呢不要怕晒黑，就拒绝阳光，我们还是需要帮自己补充一些维生素 D。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重量训练也是可以增加骨质的密度。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做简单的负重训练。今天提到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症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重量训练。所以今天呢要介绍3个重量训练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哑铃硬举。那哑铃硬举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准备2个哑铃。那起始的动作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把双脚与肩同宽打开，然后脚尖微微向前，髋关节保持中立，就是不要前倾也不要后凸。然后我们将2个手掌心是面对身体的方向呢，我们抓着这个哑铃，然后呢，让眼睛直视前方，脊椎要挺直。那就是在你所有的前面的位置都归正了以后呢，吸气，我们把臀部往后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第一个不可以耸肩，第2个不可以拱背，第3个就是说，我们就是直上直下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也不要故意塌腰。所以下去的时候就是双手吸气，然后双手自然的往下放，然后屁股往后推，然后起来的时候呢，吐气，然后把它往上抬起来。那上来了以后呢，其实你可以有一点点微微夹屁股，就是收紧这个臀肌的感觉。但是呢，记得不要这样子往后仰。有很多人常常会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姿势，我们不要过度的拱腰，只要把它抬起来站直，然后那个屁股缩紧，这样就可以了。第2个呢，要来教大家做的是高脚杯深蹲。我们就是把哑铃呢，就是捧在这个手掌的中间，然后双脚也是与肩同宽，但是你的脚尖呢，它会微微的有点向外八，然后我们用手掌跟呢撑住这个哑铃的，然后但是这2个手肘其实是往这个胸部这边靠近的，然后也是起始动作就是背打直，然后收小腹，核心要把它收紧，然后我们的视线其实是朝向前方。那在等一下下蹲的时候吸气，吸气的时候它跟刚刚我们做的那个硬举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硬举刚刚其实只是屁股往后推而已，但是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我们的髋跟我们的膝同时一起启动，然后你的膝的这个往的方向呢，其实是跟你的脚掌的这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吸气下去了以后，然后一直到你的大腿跟你的地面平行了以后呢，就可以吐气的时候往上推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感受到的其实是臀部跟股四头肌的用力，然后呢这边缩紧，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是腰的用力把它抬起来。所以我们再一次吸气往下，吐气往上。第3个呢，我们就来做双手的哑铃深蹲。那其实起始位置跟一般的深蹲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双手握着哑铃，然后放在身体的2侧。那也是让2脚与肩头宽，脚尖微微向外面，就是向外八，然后背部要挺直，核心要收紧。那我们的视线呢，其实是朝向前方的。当我们的脚踩稳了以后呢，我们让髋跟膝是同时弯曲做启动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脊椎一定要保持直立，就是不可以弯背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吸气往下，然后吐气往上，然后这个姿势就是一直放在这个地方就好了。那以上教的3个呢，就是预防骨质疏松症可以做的一些重量训练。